大家拜读啦，盖吉嘞！Hello，大家好，我是 Coc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好，那上一次呢，我有跟各位介绍到5个在芬兰让我感到讶异的事情。如果说你还没有看过那支影片的话呢，欢迎点一下上面的资讯卡，你就可以看到我上一支影片在说什么咯。上一支影片之后，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想跟各位分享，但是还没有讲出来，我就写下了几点啊，结果写着写着发现，不小心写到了10点，所以可能这个系列至少会再多个2集吧，至少有来个上中下。那往后会不会有更多？不晓得，有可能吧，因为毕竟文化差异这件事情，就算你搬到一个新的国家住了20-30年，都还是有可能会遇到的。上一次的第5点，我讲到了官方语言。这一次呢，我也想要讲跟语言有关的东西，所以第1点呢，就是我们的语言。其实我想要讲的是，芬兰有一个叫puhe的东西。什么是puhe呢？puhe的话，我自己的翻译是口说语，也就是说，芬兰有分口说语，还有书面语。如果今天你是去学校上课，或者是你自己有课本在家里读的话，你会发现说，你读的芬兰语跟你在外面听到的芬兰语是不一样的，就天哪，为什么是不一样的？那像中文的话，我们课本学到什么，我们在外面就说什么啊？比如说我是 Coco， 就我是 Coco， 对不对？好，那最简单1、2、3、4、5，你出去也是1、2、3、4、5。但是呢，在芬兰，你今天在课本上读到的是 yksi、kaksi、kolme、neljä、viisi， 好，这是1、2、3、4、5。但如果你出去外面呢，跟别人聊天，好，你可能买东西会听到一些数字啊，那你听到的就是 y、ka、ko、ne、vi， 跟刚刚讲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天哪，你到底为什么要分这2种，就是口说语跟书面语？那其实我举的这个例子算是最简单的例子了。如果以后呢，各位有兴趣的话，我可能可以再另外拍一个影片，介绍一下他们的口说语跟书面语的不同。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还没有去上芬兰语课，所以我也不敢讲太专业的东西。但是呢，我也有跟认识我的人说，其实我这个人没什么东西擅长的，但是我的语言天分其实还蛮 OK 的，所以对于语言这一点的话，以后我也会想要多拍一些跟语言有关的东西。那这个呢，就是我要说的第1点，语言。那第2点的话是超市，就想说，奇怪，怎么又是超市？好啦，其实呢也不是超市的赌博机，上次是说赌博机嘛，这一次呢我们要说的是，超市里面，我一进去芬兰的超市就觉得有一点让我蛮讶异的。如果说你今天想要买1根辣椒，可以吗？OK， 你就把那根辣椒拿起来，然后拿到一个称重的地方，然后对应着那个数字，你再去按一下，价格条就会出来。这个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去称重的，你就要自己凭着个人的良心，然后你买了什么东西，你就称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挑了一个比较贵的，然后去称一个比较轻的价格这样子。所以这一点呢，称重机是让我觉得蛮有趣的。但是称重机这个东西在芬兰，上次我们的字幕有提到，芬兰有个超市叫做 Lidl， 它是德国超市。那如果说今天你在 Lidl 买东西的话，它就没有那个称重的机器给你用，你就必须要自己选好你要的东西，然后拿到柜台，柜台人会帮你称。其实除了 Lidl 以外呢，其他的地方还是有这个称重机的，所以这一点让我觉得还蛮讶异的，因为毕竟这真的是一个良心的显示，所以在台湾我是还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好，那除了这个称重机以外呢，他们还有回收机。那回收机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去买了他们的饮料的话，你就可以把饮料拿去回收。那回收的价格呢，一瓶从10 cent 到40 cent 不等的价格。那这些价钱是你可以拿去抵用买东西的钱。所以他们有这种称重机，还有回收机。好，其实还有一种，其实我在爱尔兰有看到过，就是自助结账机。那自助结账机就是如果你今天买的东西不多，你就可以选择不要去跟大家排队，给他们的店员慢慢的一个一个算，你可以自己选择到自助结账机去。那这一点其实你在芬兰开车的时候，你到加油站，你也会发现他们的加油站也都是自助式的，他们的加油站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员工。所以就是超市的这3点，超市有自助结账机，有称重的，还有回收机这样子。好，那这是第2点。那第3点呢？第3点我想说的是电影院。为什么我会说到电影院呢？因为其实在台湾，我虽然很少去看电影，但是我去看电影的时候呢，我会注意到他们是有卖爆米花，还有吉拿棒，还有饮料的 ，right 对吧？所以至少就是爆米花跟吉拿棒。但是在芬兰这里呢，如果我去看电影，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整面的墙，全部都是糖果。然后我就觉得说，到底有谁会想要在看电影的时候吃糖果？结果还真的非常非常多人，就是拿着一个袋子，然后这样子去捞糖果。通常他们都比如说100克就多少钱，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一点啦。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人就是看电影的时候还要吃糖果？看电影就是应该要配爆米花啊，对不对？好，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说的第3点。那第4点跟第5点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算是合在一起吧。就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流浪狗，还有大自然。那为什么我会写流浪狗还有大自然呢？因为其实我在芬兰，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一只流浪狗。其实，在台湾，因为我住的算是比较市区的地方，我也是没有在市区看到过什么流浪狗啦。只是我朋友就是会说，比如说他捡到了一只猫啊，或者是捡到一只狗，我就想说，天哪，太好了吧？为什么我想要在台湾捡到小动物，好像都捡不太到？可能是因为我住的太市区。那我就有问我老公说，奇怪，为什么都没有流浪狗这一回事？那他就说，第一，可能这里的人他们本身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对的行为，所以他们也不会去做遗弃动物这一件事情。那再来呢，可能是因为冬天太寒冷了，所以如果太寒冷的话呢，就算今天你真的有流浪狗、流浪猫，可能他们也会熬不过冬天。所以我是还没有在路上看到过流浪狗、流浪猫这样子。不过呢，虽然没有流浪狗、流浪猫，但是他们有很多的野兔，还有很多的野生刺猬。曾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去过一个朋友家，那朋友家呢，也不是住很市区，但也不是很乡下哦，就有点算是一个边陲的地方吧。那我老公就突然大叫啊，就说：“我发现了刺猬。”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会有野生的刺猬？”然后就真的跑去看，就真的有野生刺猬耶！因为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有朋友养过刺猬，我记得把刺猬放在手上的时候，他会因为很害怕嘛，他就会有一种这样子的动作出来。那我们那天看到的野生刺猬，其实它发现到我们注意到他了，我们发现他了，所以他自己也有点紧张，他就完之后，然后就很快的跑掉，但是还是有被我录起来。所以这里呢没有流浪狗，但是呢有野生刺猬。那除了野生刺猬以外呢，他们还有野兔。野兔就真的很酷，我觉得非常非常酷，因为我本身属兔，所以就特别亲近的感觉。那野兔的话，其实如果各位知道的话，兔子的英文叫 rabbit， 但是这里的野兔它不是 rabbit， 它是 hare。那 hare 是什么？ hare 其实就是欧洲野兔，它的体型是比较大只的。那
其实就算你不是住在蛋黄区，你只要是住在类似比较住宅区，那附近有一片树林的话，基本上你晚上回家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野兔。我自己之前住在赫尔辛基的时候，因为附近有一个中央公园很大，我就曾经看过野兔，看到好几次。那它其实非常可爱，但是我听说好像因为野兔嘛，因为毕竟是兔子，所以繁殖的速度很快，好像有某一个季节是可以猎兔的，但对，我不是很确定。好，那这个呢就是第4点。那我刚刚说第4点、第5点一起说嘛。那第5点就是说到大自然。刚刚也有说到，如果你住在靠近比较树林一点、公园一点的地方，你可能就会遇到野兔。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你到底喜欢芬兰什么东西？那我自己就回答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大自然。那芬兰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地方。那各位都知道，芬兰被称为千湖王国。虽然千湖王国是真的很多湖，不过其实我们隔壁好邻居瑞典湖的数量比我们芬兰的湖数量还要再多，这是我之前学到的。芬兰是千湖王国，但是就我所知，有一些湖呢都是人造的，所以也不是每一个湖都是天然的。这是我觉得他们大自然中让我听到有点讶异的消息。那这是一点，就是他们有一些是人造湖。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们芬兰是没有山的。像台湾有玉山啊、阿里山啊、阳明山啊这种很高海拔的嘛，但是芬兰这里完全没有山，他们是有那种叫山丘，但是其实芬兰文叫做顿杜里，如果把它翻译成英文的话，它又不是叫 mountain 你就觉得是很高，是尖尖的，但是顿杜里的话就是一个鼓起来的地方而已，所以其实芬兰是没有山的。不过，芬兰的大自然让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的，也就是他们的路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如果你们有机会在芬兰开车的话，你就会发现芬兰的路其实真的不是平的。如果你今天开到一个比较空旷一点的地方，你就可以感受到芬兰的路一直都是会让你有坐云霄车的感觉。这个就是我说的大自然，所以第4点跟第5点的部分呢，我就放在一起说，就是流浪狗还有大自然这样。好，那这些呢，就是我这一次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那其实，在我的表单上，我还有5点。那接下来的这5点呢，可能就之后再慢慢的跟各位分享。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有关芬兰，或者是有什么对于芬兰的问题的话，都欢迎留言给我。也不要忘记，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是按个赞。好，那就是这样啦，谢谢各位啦，拜拜。